非常高兴能和大家来一起进行一些沟通交流。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赵磊，来自于中国移动咪咕，然后现在也主要负责一些前端相关的一些开发工作，然后也做一些标准化方面的一些开发工作。然后前面的话，我们的一些老师已经分享了一些像 Waken 然后 WebGL WebGPU 相关的一些进展也好分享也好。然后都是稍微偏底层一点的，然后我想接着各位老师的话题，再往上层一点，就是看看我们的应用它是怎么实现的。然后今天的话，主要想和大家聊一下关于数智人相关的一些话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智，它是智能的智，它不是那个字体的字啊？为什么？这里面先卖个关子，我们往下面看。然后主要想和大家。3个方面嘛，第一个是简单介绍一下数智人，然后我们主要是第二部分就是数智人的开发与实践，然后这部分的话，主要是我们实际开发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一些坑然后主要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最后的话就是一些关于我们的思考。首先那个数智人吧。数智人的话，大家应该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抖音上看到有类似于像柳叶熙，然后 B 站这边还有那个罗天一，然后咪咕自己的话也有像谷爱凌这样的一些数智人。那么数智人的话，从定义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具有数字化外形的一个虚拟人物，它就和我们实体的这种具有那种具身智能的这机器人它不一样虚拟数字人的话，它可能是用来一个显示设备，它是怎么存在的？比如说我们需要在手机上、电脑上这些智能设备才能看到。那么单纯这么一个数字人的话，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图像。如果说它要真正的像一个人的话，然后在我们看来的话，我们就觉得它应该就是说具有3个特征，才能叫我们变成智能的人。在我们看来的话，就是说它必须有人形、人神和人设。人形怎么理解？就是说你这个数字人吧，它必须得像人，对吧？它不是个小动物，它必须像人。怎么做到像人的话，比如说用户他可以自己上传自己的一张图像，上传图像以后，通过我们的一些系统，比如说我们 PTA 就是 Photo to Avatar 这样的东西，可以生成特别像用户的这么一个人。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拥有了这么一个人。那接下来的话，这个人的话，他必须要比如说会说话、会表达比如说他会做一些各种搞笑的动作，对吧？我们叫驱动。这样的话，他看起来就是说他像一个人，就是他具有动作了，这个时候我们叫做人神。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爱好。更专业一点来说，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用户画像，对吧？所以说基于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叫人设。基于这3点的话，我们才就是说，这个虚拟的数字人的话，他从一个自然人，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系统，它变成了一个虚拟世界的这么一个具有智能的这么一个数字人。这个数字人可能更多的一些场景，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运营活动里面。比如说我们因为咪咕有视频彩铃嘛，有视频彩铃，我们经常要做一些运营活动，希望用户上传的图像就能生成一个制定好自己的视频彩铃。所以说，根据我们内部的应用场景不同的话，我们也把它内部我们也分为什么轻编和重编。轻编的话比较简单，就是说我就希望我的系统有一个数字人，那么我换一个数字人，我就把整个人都换了。更简单来说，我们可能就是个模型。那模型我现在把整个模型都换掉了，这是比较轻便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重编，就是说我希望用户可以 DIY。我希望用户我上传图片以后生成我的人，我还可以换头发、换衣服，然后等等等等，这样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比如说我还可以捏脸，比如说我喜欢瓜子脸，对吧？我喜欢长头发，我喜欢有胡须等等。然后我可能还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背景的装扮，我希望我是在某个比如说好看的背景，然后可能我还有一些手势动作，比如说我的标志性动作，我就喜欢去比心，对吧？然后还可以生成一些个性化的表情包等等。然后这个可以简单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左边的就是一个轻编的，对吧？就大家从那个界面上也能看到，它一替换就是整个人去整体替换的。然后右边的话，我们看到有，比如说你可以去进行一些更为精细化的调整，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后台的话，我们也有一些运营配置也把它用起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运营配置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管理人员也能够实时的看到一些效果，然后再推给用户。好，然后这就是我们那个一些简单的数字人介绍。那么数字人介绍的话，其实我们因为这个是基于 Web 开发的嘛，因为前面老师也提到过，基于 Web 开发的话，我们有就是可能非常离不开一个
资源的问题，一个 3D 资源。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数字人，它一定是一个 3D 模型，对吧？可能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重编的话，它可能是很多模型的组成。那么的话，这里面就需要离不开我们的那个 GLTF 这么一个格式。那么 GLTF 的话，其实应该前面一些老师也有一些简单的介绍，我快速回顾一下吧。那么 GLTF 的话，它也是一个用于存储和加载 3D 的这么一个标准格式，也是由那个克拉斯组织来推出的，就是为了统一这个渲染嘛。它的话一般就是说，算是一种比较紧凑的一个最小化的 3D 文件格式。基本上它的一些数据啊，其实可以直接往 GPU 里面去送的。它和那个 Autodesk 的 FBX 还不一样，像 FBX 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中间交换格式，它可能需要像玛雅这些工具去编辑啊等等。所以说在 Web 上的话，应该是 GLTF 是最适合的。然后它可能大家也听说过，比如说它的一些后缀格式有 GLTF、GLB。GLTF 的话，简单说一下，就是它是一个 JSON 文件，然后加一个 bin 文件，也是2个文件组成。那么 GLB 的话，它可能就是把 GLTF 加 JSON 合在一起了，就直接用 GLB。然后我们开发中的话，用的最多的可能是 GLB 多一点，因为就一个文件还比较紧凑。然后右边的话，大家能看到，这就是一个 GLTF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文件层次结构。然后大家可能乍一看的话，就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树形结构啊。其实不完全是树形结构，它是一个标准的 JSON， 只是说它有更多的一些引用关系。比如说 load 引用了 mesh 呢引用了这个 accessor， 然后引用了 buffer view， 它不是一个嵌套的关系，它是一个引用关系。然后我们后面一些优化的话，可能是针对这个 mesh 啊 accessor 这些优化，我后面也会提到。那么我们开发过程中的话，其实有一个避免不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的3D 资源的话，它一定是由美术同学来进行制作的。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就是说美术同学怎么和我们的一些开发人员更好的配合，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我们开发中遇到一些小问题吧。比如说，我们美术同学的话，他一般都是用玛雅呀这样的工具来做嘛。那么玛雅做的话，做出来的话，他们都是 FBX， 但是我们开发同学要的都是 GLB。他们就可能有一些工具去导啊，比如说我们可能用的最多的，可能通过 Blender 这样的一些 3D 建模软件去进行一些导出。但导出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直接用 Blender 来 FBX 导出为 GLB 的话，你会发现可能有一些谷歌的层级错位，你就会发现开发同学就说啊这个地方存在问题等等。其实解决我们也发现就是说有一些 Blender 的插件，比如说像 Beta FBX 这样的一些插件，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谷歌的成绩就是有更好的解决。那么导出来了以后，我们会经常遇到美术同学和开发同学一些协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发现我们开发同学因为要经常去通过访问一些 mesh 的，比如说一些 GLB 资源里的 mesh 的名字，你会发现，或者说，开发同学发现，美术同学你给我的这些模型都存在问题，比如说错乱了。比如说移位了等等，所以说开发同学的话，我们也给针对美术同学，我们也推荐有一些工具，比如说像 Baby.js Sandbox 啊 GLT Report。左边这个的话，应该是一个挺好的工具。其实刚才有老师好像截图里面也有，就是它能够去调试我们这个 GLB 的模型。比如说你可以旋转它，你能够看它的一些 mesh 网格，你能够看到它的纹理贴图等等。你还可以甚至说在里面去加载一些动画信息，做一些试验。所以说我们希望美术同学每次导出来以后，都到这个网页上去瞅一瞅、拖一拖，没问题再给开发同学。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沟通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右侧的话，这个 GLT Report 也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它能够看到每一个我们的3D 资源里面的每一个那个纹理贴图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大小。因为事实上这些纹理贴图太大的话，它最后都会送到 GPU， 然后过大的一些纹理贴图呢，很可能导致我们的一些浏览器崩掉。所以说我们在开发中呢，可能要做一些那个权衡吧。然后这就是美术同学他通过这些工具去导，有时候的话我们会觉得美术同学导太慢了，对吧？我们有没有一些自动化的工具？比如说美术同学通过玛雅已经生成好了 FBX， 那有没有一些自动化的工具？我们也找了一些，比如说像 Facebook 它开源了一个 FBX to GLTF 这么一个工具，这工具使用也非常简单啊，就比如说一个命令行直接把 FBX 指定，然后输出就可以了。但是呢，它有一些可能因为很久没维护啊，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bug， 然后我们有发现了，然后我们简单列一下，希望如果大家有机会用的话，不要踩这些坑就可以了。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当时是做一些项目，就是需要用户上传图片，然后在服务端生成一个人的头模，然后这个这里面就需要一个基模，基模就是个人的初步模型。然后我们当时基模的话是在 Linux 上转的。
然后一些动画呀，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模型在我们自己的电脑上转的。我们最后发现，两个，一个在 Linux 上，一个在 Mac 上，然后发现运行起来就出问题，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最后我们发现，原来是在两个不同的平台上，虽然说都是同一个应用，它可能生成的一些模型的顶点数据还不一样，这个真的很奇怪。最后我们都是在统一在 Linux 上转，都很正常，这是一个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针对一些模型的话，比如说我们有个鞋子，对吧？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就是我们生成个数字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换衣服、换鞋子，然后换头发。比如说一个鞋子的话，事实上。真正的一个鞋子的话，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它鞋子上其实有骨骼的，因为你人穿着鞋子，你刚好这个鞋子得穿在人的下面。然后我们把这个鞋子转换了以后吧，通过这个工具转换了以后呢，它把它骨骼丢了，发现那个绑到我们那个模型上去绑了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有需要就发现是这个攻击转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需要手动的去把它重新绑一下。其实原理也很简单了，比如说以 3GS 为例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把这个鞋子里面骨骼名字提取出来，然后在积木上面的骨骼去找到了以后，我们再重新生成一个 skeleton 重新绑一下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一些开发中的一些比较点，就是我们当时也花了点时间，因为谁也没想到这个工具转换的会有问题。当然可能好像我也发现了 GitHub 上有一些人把它 fork 了，重新去更新了一个版本，可能会解决一些。如果大家后续有这种问题的话，可能往这方面去考虑一下。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说，说一下模型压缩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就是说这个一般 3D 模型嘛，它一般都很大。我们前面提到大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你的模型可能面数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的纹理贴图非常大。这种情况下的话，太大的话，比如说一个4、5兆的这么一个模型，你用户去用的话，尤其在这种手机上去用的话，可能不行，可能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压缩。压缩的话有很多方法呀，比如说美术同学帮你自己手动去弄，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工具，比如说 GLTF， 比如说那个 GLTF Pipeline 等等。然后呢，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现在应该是维护的特别好的，而且它的功能特别强大这么一个工具叫 GLTF Transform。这个工具的话，也是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使用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把那个纹理贴图进行调整。美术同学他一般导出的都是非常超高清的，比如说2K 的这个纹理贴图。事实上我们在 H5 里面的话，可能根据一些考虑的话，我们可能未必用那么高。只要看着不是那么模糊，我们可以比如说1024或者512都可以。我们可能用512可能会用的多一点。比如说我们一个11兆的模型，比如说美术同学给我们一个11兆的模型，可能我们压缩也有才5兆左右。那么通过5兆左右后呢，这只是说把纹理可能做了点压缩，其实有一些顶点可以压缩啊。比如说我们在大家知道 WebGL 的话，我们有个 indices 对吧？我们可以一些顶点的那个比如说复用。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像 Derico 这样的一些压缩工具，Derico 的压缩算法可以对这个顶点进行进一步压缩。当然，不仅有 Derico 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Mesh、OPT， 然后比如说还可以通过把一些浮点数通过整形来进行一个替代等等，都有很多压缩算法。至少的话，我们把一个11兆的模型现在压缩到了4兆，可能我们还有进一步的压缩空间等等。然后这就是一个手动的。那么我们想，其实刚才提到这个 GLTF Transform，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一些那个自动化的工具。其实前面提到一个 GLTF Transform 嘛，它不仅仅有提供了这样的一些命令行的工具，其实它也提供了 Node API。通过 Node API 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把前面的那个什么纹理压缩呀、顶点压缩呀，比如通过一些 Derico、Mesh、OPT 压缩，我们全都可以自动化。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所有的程序进行批量化的处理，这样的话也能够进一步来提高我们的一些开发效率吧。然后再说一点，就是说动画提取，可能比如说我们经常去载入一些模型的话，一般就是说这个模型，比如说我载入一个小动物，动物在跑，可能这个动画都已经在这个模型里面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场景下它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数字人这么一个基础模型，然后我们的要求动画要求是它可以替换的，比如说我可以跑，我可以跳，我能够去比心，我能够去打招呼等等。所以说动画文件我们是单独的去进行一些下载下来的。
那么动画的话，这里面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大家可能通过一些网上的，比如说像 Adobe 他们有一些工具，他们可能会下载一些动画，但是那个动画是骨骼动画。骨骼动画可以直接绑。然后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Blend Shape。Blend Shape 是什么？比如说我的面部啊，比如说我可以眨眼睛，我可以嘴巴张，对吧？然后呢，我还可以嘴巴张很大等等。然后这些的话，它其实都是叫变形，有些变形信息。这些变形信息的话，如果说在玛雅里面，我们美术同学他也反映，就是说，如果说我导出一个动画出来的话，这些所有的面部的这些我们这个 mesh 信息，它导出的动画里面全都有。也就是说，我一个动画里面可能文件动画可能就130K， 但是呢，美术同学导出的动画里面可能是有15兆。因为前面提到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导出来的时候，这个动画必须含有 mesh。事实上，这些 mesh 不是我需要的，因为我们在基模上面已经存在，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些那个方案嘛。比如说我们假设在 3GS 中的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GLTF Loader 这样的一些工具。那么的话 ，GLTF Loader 解析后以后呢，它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动画跑起来以后，我们有一个 Animation Clip 这么一个对象。这个动向里面其实都是保存了这些动画信息。你把这个动画信息呢直接转成 JSON 的话，你把它比如说存储起来，你下次的时候直接把这个 JSON 把它然后最后再调用 Animation Mixer 进行播放。然后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你只能在 3GS 这么用，比如说你换一个引擎啊，比如你换一个 Babylon.js 这样的引擎，那你就不行了，因为两个那个引擎呢，他们对这种动画呢可能就不一样，而且因为你导出是 JSON 的话，那个文件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是 JSON 文本嘛，就是一个 JSON， 大家知道 JSON 的话可能有很多一些大括号啊，然后还有一些双引号，这东西都是占很多字节的。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个比心那么动作，然后我们当时看有导成 JSON 以后有450K， 所以这种方法的话我们第一版是是这样做的，这样也能解决一些问题啊，但是也许有更好的方法。还是回到 GLTF Transform， 然后呢，因为我们要的其实是动画，我们通过把动画提取出来，然后再生成 GLB 就可以了。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就可能需要对那个 GLB 的这个文件格式有一定的了解。刚好呢，这个 GLTF Transform 吧，它这么一个第三方库的话，它刚好也是操作我们 GLTF 这个文件格式的。然后通过它的相关 API 的话，我们能够去最大化的去把一些无用的这些 mesh 把它干掉、删掉，只保留动画信息。那么怎么做？这个我们快速可以提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创建这么一个我们叫那个 Accessor 里面可能就是一些顶点数据啊，就是一些顶点数据。因为我们要的只是动画信息，所以说它的数据是什么样根本就不重要，因为我们的基模上已经有了，所以说我全都把它设置成为000，然后这些点的话，我们后面可以直接复用。那么的话，在我们的就是说这个 GLTF Transform 里面的话，它因为帮我们解析好了嘛，我们现在就需要对这个 GLTF 文件我们来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我能把所有的 mesh 我都找到。然后这里面就可能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整个 GLTF 相关的一些文件数据结构了。我这里面快速提一下。一般的话就是说我们这种带有动画的话，它一般都有一些权重信息。然后呢，我们把每一个 mesh 找到以后呢，在每一个 mesh 里面呢，都有一个叫 primitives 里面都有啥？里面都有一些顶点数据信息，有一些 indices 信息，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那个变形的信息，我们叫那个 map。叫那个 target names， 然后我们把这些信息吧，我们全都把它最小化。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顶点信息，我们就把它设置为一个我们在前面一页作为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空顶点吧，我只是为了复用它而已。然后我们把这些信息全都指向了同一个顶点，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我们要的只是它的一个动画而已。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如果没有权重信息，我就全干掉。还有一些，比如说对一个 GLTF 文件来说，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材质信息，有些纹理信息，有一些骨骼绑定信息。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动画里面我们都不需要，因为这些所有的数据，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完整的基模上面已经存在，全干掉就可以了。然后经过这样一处理以后，我们直接可以把整个动画把它导出来。我们之前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最早的一个动画可能有15兆。然后通过JSON了以后，可能还有一个400多兆。那么我们通过这么把它
做成这种紧凑的这个 GOB 格式以后吧，这个动画文件也是可能100多 K 了，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数据。然后大家知道，就是说，做一个模型的话，其实也，比如说做一个数字人吧，做一个数字人来说，其实也挺困难的。比如说，从美术角度来看的话，你可能需要去做什么？比如说，你美术同学需要做原画，做原画完了以后呢，你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些建模。做完建模以后的话，你可能还要去做一些，比如说模型的雕刻，因为你得像人嘛，对吧？做一些雕刻，然后你还得做纹理贴图，对吧？然后你在骨骼绑定，你还做动画、做导出，整个流程非常长，也非常耗时。所以说，我们当时也考虑，就是说，我怎么能保证说我这个模型，对吧 ？GOB 模型能够稍微安全一些，至少就是说你不经过我授权，你是用不了的。对吧？现在大家随便从网上找一个 GOB， 随便一拖到文件里面就能用了，啊，我能不能在里面做个加密，甚至说加点水印信息呢？然后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一点非常粗浅的探索吧。然后其实原理很简单啦，其实还是需要对整个 GOTF 这个文件格式做一些解析。比如说你把模型载入，你需要做解析，然后做一些加密存盘。然后事实上呢，因为 GOTF 吧，它是一个开源的，它应该是一个公开的这么一个数据格式，它的格式也非常简单，比如说它有 GOTF 的话这么一个模书头，对吧？然后还有版本号，然后它的一些长度，然后 JSON 的长度等等。然后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偷懒一点，就是说偷懒一点的做法，但是应该是效率比较高，就是说比较那个。就是比较说那个实现起来也比较简单的，效果比较好的这个方法。因为在 GOTF 里面嘛，其实它有一个 JSON 文件，这个 JSON 的话做啥呢？主要是对整个 GOB、整个 GOTF 做一个描述，里面有很多一些顶点的一些索引信息。如果说我们把这些索引信息加密，这样的话，你第三方软件，你再去那个读的时候，你一定是读不了的，因为说白了，这个 JSON 就已经不合法了，加过密了，你是读不起来的。然后同时的话，我们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又加入了我们自己的模书头，比如说我们加了一个咪咕这么一个，比如说假设我们看我们的二进制的话，看我们的16进制的话，你会发现16进制的前4个字就叫咪咕，后面还有版本号啊等等。然后通过这些方式的话，对这种 GOB 进行加密了以后。然后很显然就是说，其他一个小白用户，他看到模型了，他可能在下载下来，他就可能就丢不到了，就可能就访问不了了。同时的话，我们也在里面加入了一些水印信息，也能够看到说，比如说下面截图，我们能看到这个模型它的，比如说它的里面有什么水印，然后它的一些版本信息，然后它的一些水印信息等等。这就是我们在加密方面做的一些简单的探索，因为没有对整个 GOB 进行加密 ，GOB 太大了，我们只需要加密里面的关键数据即可。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坑吧，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在开发过程中，我们发现就是说一些模型比较大的话，尤其是像在 Safari、Mobile 这样的浏览器上，就可能去把它。就很可能大了以后可能就会崩掉了，尤其一些低版本的浏览器啊，低版本 iOS。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前面也提到了，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叫 TF Transform 来进行压缩。然后模型贴图的话，其实这个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啊，比如大家想精度高一点，你可能1024乘1024，我觉得一般也足够了。我们可能直接用512乘512了。然后你还可以通过像 Doroco 啊、Mesh OPT 啊、Quantize 来进行压缩。Doroco 压缩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因为 Doroco 的话，它是谷歌出了一个顶点的这么一个压缩算法，这个算法它需要用那个 WebAssembly 来进行解码。WebAssembly 的话好像有100多 K， 然后 Doroco 的话，它还 WebAssembly 加胶水 GS 嘛，胶水 GS 好像也有个300-400 K。如果你的模型只有一个1-2兆。然后你用了 Doroco 的话，事实上可能会得不偿失，对吧？可能还有一些像 Mesh OPT 的话，从一些评测报告来看的话，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那 Quantize 的话，它是需要，比如说我们都是浮点数嘛，你可能用整形来替代浮点数，但是它会有精度丢失问题，这个也是大家权衡吧。一般中间这个应该算是还可以的，效果还不错。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提到，我们做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它需要对模型。经常，比如说我增加一个衣服，删除一个衣服，对吧？
所以说这个里面，当我把这个衣服加进来的时候，这个衣服的一些材质啊、纹理啊，然后还有一些几何信息啊，可能都到我的内存里面去了。但是你直接到时候删除的时候，如果说你直接把这个衣服删除，这些什么材质啊、纹理啊、geometry 可能还在内存中，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手动的去把它删除一下，不然的话有一些内存线路问题。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动画，这个可能我们开发中也遇到过，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那个 Blended Shape 动画嘛，就是我们脸部的一些变形的动画。比如说我们一般大家知道，我们面部的话，比如说我们参考像苹果那个 ARKit 的话，基本上有52个变形点。那么这个动画里面的话，你去每一帧动画里面的话，你需要把这52个动画这个52个点的那个信息都把它包含进去。假设可能美术偷懒可能就给了你30个。那剩下的52减30的22个，剩下的22个你得自己手动补齐，不然的话动画运行一定会有问题，因为它是直接按照52再来进行运行的。比较简单的就跟美术同学去协商一下，有时候你们导出动画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动画的那个训练帧里面一定要包含，比如说我们面部的所有的这些 Blended Shape 相关的一些数据信息。然后还有开发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一些有时候在一些设备上。就是渲它就是黑屏的问题，当时也是就是它可能是在某些设备上去那个出现，我们当时解决就是说可能是不是那个 GPU 渲染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当时解决一个比较暴力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一般你无论 Web GPU 也好 Web GL 也好，它都有一个 Power Preference 对吧？你把它设为一个高性能模式，但是设为这个的话，它只是一个 tip， 它不代表说 GPU 它一定会给你一个高性能模式。它只是一个 tip 吧，只能说只是个 tip， 但是的确可以解决这个渲染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模型里面那个 shadow 这么阴影可能为了让这个人物更立体，但是我们应该适当的去用。为什么？因为你的环境中有很多一些那个光源，比如点光源、环境光源，那么这些光源需要全打在这个物体的身上，然后再形成阴影。如果说你光源比较多的话，你就有大量这样的一些阴影的计算。所以说你可以，要么你把这个阴影把它关掉，要么的话你可以去把这个阴影，让美术同学给你烘焙到你的模型上面去。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能看出来，就是说它阴影它就不是实时计算的，它不是通过光照来实时计算的，它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说它是直接静态的，这样的话的性能也会好很多。我们把阴影关掉以后，那个帧率就是应该是，比如说30到50帧一般都没问题。但是把阴影打开的话，它一定会很有可能会低于30帧以下的。其他简单提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比如说3D 模型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一定都会做一些缓存。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NGX 端的话，我们有发现就是3D 模型这种 GOB 格式其实还能够2次再压缩。比如说你把 GZIP 打开的话，比如说2兆的这么一个 GOB， 它可能还进一步压缩成1兆，这可能都是一些常规的优化手段吧。然后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开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坑吧。就是说希望大家如果说做一些3D 模型的一些加载啊开发的话，可能会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最后的话再说一下，就是说一些思考嘛，就是说一下 Web GPU 吧。其实前面已经聊了很多了，我快速过一下。Web GPU 的话，因为我们都是 Web GL 来做的嘛，其实 Web GPU 的话，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基本上它也是下一代的这么一个标准嘛，也是封装了。比如说现在的通过通用的一套接口，比如说把DirectX 12 Metal Vulkan 然后对外提供统一的。然后以那个谷歌浏览器为例的话，它也是有一个叫 DOM 嘛，前面也提到过，通过一些在 Web APP 层面，然后通过 Web GPU 对吧 ？Web GPU 的 API 通过 IPC 通信，然后到我们的 DOM Native 再分化到不同的平台。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各个操作系统底层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 API， 比如说我们前面有很多老师也提到了那个 Vulkan、OpenXR 等等。那么最后有点展望，对，顺便再说一下那个 Web GPU， 大家能看到 Web GPU 虽然说是非常 promising 有前途啊，但是现在可能在 Chromium 系列的浏览器上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比如说，虽然说在谷歌里面113里面都已经开始支持了，但是可能比如说，可能在 Safari 你可能需要去那个开发者预览版才可以，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尤其在手机上，因为像我们现在数字人嘛，它更多在手机上跑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比如说 Chrome for 安卓的话，可能在124上它才开始支持，所以说是一项非常有前途的技术，但是现在可能要大规模应用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些挑战。接下来的话，我们未来的话，一定是 Web GPU 一定是 3D 渲染的未来嘛。然后前面提到有些老师提到像 Olix Runtime。这样的一些后端也开始使用Web GPU 来加速，比如说我们在浏览器端去跑大模型，对吧？通过跑那个生成式 AI 等等，然后也是那个 Web GPU 的话，现在在移动设备上的话，性能上一缺，兼容性可能还有一些不足吧。可能我们社区的话，可能无论是在标准层面，还是说在开发者层面，我们来一起去推动吧。最后的话，我们说有了 Web GPU， 还有一些生成式 AI，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通过文本来生成 3D 模型，这个渲染也挺好。然后我们现在一些GPU 好 CPU 好，它有一些有性能核，然后还有性能核能够最高的进行性能运行，然后还有一些效率核为了省电。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 WebNN 的话，它可能就是说我们调度的时候直接有一个参数叫 CPU， 那么我可不可以？当我选 CPU 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比如说再加上我能够使用性能核啊等等。以上的话就是我们关于那个数字人相关的一些开发实际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和一些实践，然后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吧，或者说给大家有一点点思考也挺好啊，谢谢。